窥灵阵不仅能窥探秘密，还会慢慢侵蚀被害者的精神。快速救出苏丽丽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主动进入梦境里，把她从里面救出来。这里是我的房间，家里没人，老爸是出去上班了吗？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好像有一股强烈的欲望。太幸福了吧，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。黎黎，你太夸张了，是太胖会找不到男朋友啊。对了，黎黎，你从没告诉我们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？大概是那种又温柔又强大、帅气，还有白发。白发？这世界上哪来白发帅哥嘛？白发的只有老爷爷哦。为什么？你是否觉得自己遗忘了很重要的事情？你相信前世吗，小姑娘？前世？在既非前世亦非今生的夹缝里，白色的恋人一旦相遇，变幻匿名。指针转到12点的眼睛，2个太阳燃烧世界，信任才是梦醒的钥匙。他在说什么？哎，大师，你看我怎么样？你会孤独终老。下一个。去。得尽快找到苏丽丽才行。咦，奇怪，人族境内有这样的领域吗？窥灵阵是根据受术者经历过的真实世界构筑的梦境。苏丽丽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下麻烦了，这个世界居然不能使用灵力，我所知把人带出梦境的办法可能没法用了。好帅啊！帅哥你好帅啊！你是哪个大明星吧？能不能跟我们合个影啊？什么？快看啊，这里有个大明星，好帅！请给我签名。这什么情况？集美们冲呀！帅哥，别跑呀！窥灵阵里的人好像都是受术者意识的化身。苏黎黎的这些意识化身怎么这么疯狂？在那里，特级危险犯花肥变态大魔头，快抓住他！你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下武器！哥哥，看这里呀！帅哥，别跑呀！可恶，这些意识人若是受伤，苏黎黎的精神也会受创，只能用逃的了。苏黎黎，那说，哎呀，帅哥呀，我同意你的求婚了，我们在一起吧！呀！放手啊！可恶啊！苏黎黎，你在哪儿？前面的通缉犯，你是跑不掉的，立即投降！怎么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？苏黎黎，一旦相遇，苏黎黎，变幻匿名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，心脏跳得好快啊，身体里渐渐生出一种奇怪的情愫，一种非常强烈的。逃生欲！为什么？我这边想要逃跑的！站住！别跑！还不都是你害的？站住！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还要问你呢。苏黎黎，你别过来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记得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我好痛啊！喂，你怎么？苏黎黎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世界不是……我这是在哪里？好奇怪的房子。
醒了。那个，你头上的伤口我已经给你处理好了。你要吃西红柿鸡蛋面吗？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坏人。快没时间了，苏黎黎，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，这里只是你的梦境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不然真实世界的你会有危险的。啊，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去房间里准备一下哈。您先吃面，吃面哈。是我的错觉吗？他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他不会相信你的。谁？这个世界是他最熟悉的样子，听觉、味觉、嗅觉都没有任何破绽。对他而言，你的世界才更像是假的。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再不想办法带他出去，你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。怎么办？我把精神病带回家里了。哎呀，爸爸怎么还不接电话呀？月溪，快醒醒！谁在叫我？月溪，你没事吧？少尉，我们这是在哪里？这里是封印之地内部。其他人去哪里了？他们先回去了。月溪，这封印之地里有一样东西，只有你能拿到。可以帮我去拿吗？好。尊主大人，二公主的事情查出来了。二公主身体里是另一个来自异世界的灵魂，幽皇为了救她，主动进入了奎灵阵中。奎灵阵是个必死之诀，幽皇此次进去，若是能趁机除掉……别期待了，怡启渊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倒是江月华的身份还真是出人意料。异世界之人吗？有意思。可惜这次阵中他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算了，这些小遗憾过去就过去吧，毕竟我策划100年的大计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们见过面的，不记得了吗？怡启渊，或者是桑亚。放轻松点，年轻人。虽然我是黎黎的守护兽，不该说的我可不会多嘴。比起这个，你更应该在意现今的处境才对吧？你所知的破阵方法，在这个世界无法使用。送你这个，上面有咒术，可以专门对付那些隐怪。有它，外面的意识体人便不会特别在意你。苏黎黎意识中的人为什么会在意我？反应还很奇怪。这个嘛，那些意识体人都是苏黎黎潜意识里对你的态度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你还是问问你自己吧。时间不多了，有人已经给你们留了一线生机，唯一的生路就在……哎呀，怎么办？已经打了10多通了，老爸就是不接电话，要不要报警啊？警察叔叔，他是精神病。警察叔叔，他是精神病。不行不行，不小心就会把我自己送进去啊！得想个办法，把他骗出家门，带到人多的地方，然后趁机开溜。不过，用什么由头呢？苏黎黎，游乐园在哪里？我们必须马上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拉着我的手啊？这里人多，别走丢了。拜托，快让我走丢吧！可恶，这样根本跑不掉啊！看看能不能暗示求助路人帮忙。啊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年轻真好啊！免费情侣气球，小姐姐拿好呀！哥哥，买束花给漂亮姐姐吧。哎，不是吧？我们被误会成情侣了？这花从未见过，还挺好看的。苏黎黎，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就送你了。啊？你知道这花含义是什么吗？啊？是什么？就是
这里免费冲印情侣照片哦。小情侣真是可爱呀。我们不是。小姑娘都害羞啦。情侣照片是什么？哎，快走啦！哎，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能被美色蒙蔽双眼。他是个脑子不正常的。苏黎黎，你是不是找到阵法的出口了？有了，骗他去坐过山车，等他坐得晕头转向，就可以趁机逃跑了。苏黎黎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要不要喝点水？为什么这家伙一点事情都没有啊？你先坐起来缓缓。我以前刚学御剑飞行的时候也不太舒服。你坐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找点水。他除了会说些听不懂的话，其实还是挺好的嘛。怎么头又突然痛起来了？不要气球了，起。什么？苏黎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和今天见到的那黑影好像。那是影怪，阵法中专门吸食阵中人精魂的怪物。苏黎黎，我知道要让你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非常困难，可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你的世界里真的会有影怪存在吗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只有你才知道这个世界的出口在哪里。我怎么知道？等等，难道是出口在那里？乐园摩天轮，天空之眼，快走！摩天轮被关闭了。爬上去，我背你。他们跟着爬上来了。白色的恋人一旦相遇，变幻匿名。指针转到12点的眼睛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摩天轮的顶点。2个太阳燃烧世界。好美啊！他是真的想要拼尽全力救我。出现了，窥灵阵的裂隙。这真的有道裂缝哎！走吧，跳下去。傻子！跳下去！疯了吗？会死人的！好多影怪！不会有事的，只要跳到裂缝里，我们就能出去了。相信我。他的眼神让人觉得很安心，感觉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一样。信任才是梦醒的钥匙。看来他们成功了呢。女儿长大了，总是要离家的。当初把她捡回来的时候，就知道早晚会有这天。特意给她取名梨子，也是为了提醒自己，离别的时候别太难过了。结果呀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行啦，以后又不是见不到。我辛苦养大的女儿，伤感一下怎么了？臭猫，你赶紧回到黎黎身边吧，好好守着她，把那臭小子给我盯紧了。还要再敢亏待我家闺女，就给我等着吧。这里是幽皇陛下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梦境里的那个人就是陛下。苏黎黎，你快离开！是天道诅咒，他身上的诅咒被引发了。要怎么做？小年糕，你之前好像说过，我能够平复诅咒吧？一般情况下，喝下你的血可以，但是陛下，快喝我的血！我是天道血脉，我的血能平复诅咒。又合了。没用的，这次是我强行突破秘境限制，引发的诅咒，天道血脉已经不起作用了。
之前的事情，抱歉，你讨厌我是应该的。之前的事情，抱歉，你讨厌我是应该的。哎呀，现在就别关心这些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活着出奎灵镇了呀，假二公主殿下。看来幽皇对你真是用情至深啊。阮少微，蓝姑娘呢？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好得很啊，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。这苍雷秘境就快撑不住了。像二公主这么有趣的人，本来还想顺路把你带回去研究的。看这情形，在下应该是带不走你了。最后，在下再送你们一份礼物吧。不对，这不是攻击，是幽冥之气，这会加速我诅咒的爆发。他一个人族，哪来这么纯粹的幽冥之气？那么，我祝二位玩得愉快，再会。陛下，陛下！哼，好浓的幽冥之气，果然苍天有眼。一起元，你也有今天。哼！地土兽，什么人？是把我卷进秘境的大狗？小雷兽啊，好重的伤啊！都是那个阮少微干的吗？啊，莉莉，看那边！幽皇身体里涌出来的就是蓝色彼岸花啊！莉莉，快冲进去！解开幽皇诅咒的机会来了！只要拿到那朵蓝色彼岸花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是什么？啊？不可能！难道？是他回来了！啊，不行了，根本就打不过嘛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本来就打不过我，还来找我对决？快让开，我要继续练剑了。你不许练了，我要你陪我休息。放手！陪我休息！你放不放？不放就不。两位皇子的关系可真好啊！伊奇墨，二皇子本就是天赋异禀，这些年的剑术更是进步迅速啊！自从二皇子亲眼目睹王后被摘罪楼刺杀后，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他总是将母亲的死归结于自己的弱小。这些年，他没日没夜地拼命练剑，常常练得浑身是伤。我不想再看着至亲之人死在眼前了。现在也只有大皇子能让他稍微放松一些了，让他变得活泼一点，真正像是一个少年。这些年是我太无知。站住！陛下这是哪儿的话？站住！人族大军进犯，这些年若非陛下亲自带兵抵抗，幽族何来今日的安宁啊？人族军队那边似乎派出了尊者修士，而我幽族因为血脉束缚，无人能够突破修炼的最后一道关卡，与人族的决战怕是不太乐观呐。无法突破最后一道关卡？那可未必。这一战，幽族势在必行。给不给我？臭小子们！父皇，父皇，师父。行了行了，拿去吧。你到了可以承受他的时候了。这是父皇的幽玄剑。
父皇，人家想礼物，您看上次我做试验炸的那半座宫殿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幽皇陛下击败人族尊者休士了，人族全线退兵了。这是，陛下周身突然灵气大盛，难道是要突破最后一道关卡了吗？可是我族不是有血脉封锁，无法突破的吗？父皇，不愧是历任最强幽皇，幽皇陛下万岁！有望打破啊！幽皇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为什么心里总有种不安？别想那么多了，要相信父皇。那是什么？是劫雷吗？这劫云怎么看起来有些奇怪？大家往后撤，别被误伤了。这是战之必死的劫雷啊！父皇，亚亚奴，你别过去。父皇，回天归者，罪已罚。他们都没看见，只有我看见了。父亲是被人杀死的，哥，我要去报仇。什么？亚亚奴，你去哪儿？我要给父亲报仇。亚亚奴！可恶，追到这里就不见踪影了。喂，你有没有看到天上一道金色的虚影？天上金色虚影？那不是神女娘娘吗？啊，你认识她？哎呦，你这话问的，神话传说里的神女娘娘，我个锄地的啷个认得？是什么神话传说？这个嘛，传说天上有个神女娘娘叫天道神女，专门用雷劈坏人，罪孽倾泻的，她就降到白雷劈个重伤，遇上罪大恶极的，那就会降红雷劈死她喽。这个神女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找到她？这就是俺们村里的神话传说。神女娘娘哪个凡人能找得到的嘛？有没有传说她住在哪里？有倒是有，传说神女娘娘住在西边尽头处的仙山，山里全是仙法迷阵。据说有人曾用梧桐叶遮目，跟着仙灵鸟的叫声穿过9981关，方才……多谢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又……你不是好不容易才得到天道神女的情报吗？怎么这么轻易就告诉那小子啦？总得有人先替我探路吧。哦，所以你是故意在这里等他？你不觉得他很有意思吗？我算计那位幽皇陛下，让他被天道劈死，可没想到会调出一个能直接看到天道神女的傻小子。他如此特别，很值得期待，不是吗？天道神女，那日果然是你。我是幽国第8代君王伊袭守城第2子伊祁渊，今日特来报杀父之仇。完全不是对手，这就是人和神的差距吗？我竟然连靠近他周身1丈都做不到，而他没有丝毫的情绪，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路边的蚂蚁、石头一样。别说为父报仇，今日怕是连我也得死在他手下。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
我还活着，经脉断了7、8处，肋骨断了2根，还不算致命。有人帮我包扎了伤口，这算是包扎吧？这里看起来像是农家的屋子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这么重的伤还乱动，不想活了吗？伤这么重还乱动，不想活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没有杀你的理由。那你又有什么理由杀我父亲？我只惩戒违背天道规则之人。什么天道规则？幽族之人不得越过血脉封锁，突破修为最后一道关卡。逾矩者杀。我幽族之人天生便有血脉封锁，修为提高有限，这是天道规则吗？是。那么人族也有修为限制，超过限制便会被灭杀吗？没有。那没有修炼限制，修为更高的人族，100年来不断欺压幽族之人，夺我土地，屠我同胞。若非幽族族人苦苦支撑，若非父亲，幽族早已遭遇灭族之灾。这些天道规则也不管吗？不管。真没想到，我幽族受血脉之困1000年，一直在寻找缘由，却始终不得其解。虽被人族欺压，生存艰难，却仍相信神明在护佑着他们。没想到到头来，要覆灭幽族的根本不是人族，而是天道。我呸！什么狗屁天道，什么狗屁神灵！你给我将族人的命赔来！怎么回事？这些规则并非我定，我只是天道的执行者，也没有质疑天道规则的权利，以及神是不死的。什么狗屁不死？我才不信！我用尽毕生所学攻击他，可他竟然连头发都不曾有一丝凌乱。这就是神与人的距离。可恶！杀父仇人明明就在眼前，我却无能为力。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呢？神是不死的，我无法理解凡间生灵的感情。怪物，我不是这个怪物的对手。认清这一点之后，之前冲动过热的大脑反而冷静下来。父亲，幽族人一直在试图冲破血脉封锁，却从未有人成功，更没有人知道突破封锁之后会被天道抹杀。父皇，佩剑给了我，你用什么？不用担心，最近我得了把好剑。父亲能够突破封锁，冲啊！那把剑一定起了大作用。而父亲一向谨慎，是不会选择在刚打完硬仗、身体虚弱的情况下突破。他必定是因为压制不住灵力，被迫强行突破的。那把剑，原本我是不太会怀疑其中是否有阴谋。然而那个偶然遇见的农夫，你要找神女娘娘，明明该是虚无缥缈的传说，却能精准地指引我来到仙山。这一切都太过蹊跷了，得赶紧回去查清楚。那个怪物一样的女人一直坐在那里，好像在看什么的样子。神是不用休息的吧？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盖一座农家小院呢？不管了，趁他发现之前赶紧走，要是被阻拦就麻烦了。你很快就会知道，你对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你真正要担心的是别的东西。又是那个神女把我带回的吗？没想到下山的路与上山完全不一样。先自行运功疗伤。不行，伤得太重了，气脉淤塞，根本不能运行灵力。只是我去偷采仙山的灵药，那神女会不会……是我多虑了。那神女似乎对我一点都不在意，
他一直都坐在那块石头上，静静地看着山下。感觉他就像没有感情的空壳一样，看着就让人不舒服。什么时候？他什么时候来我身后的？我居然没有丝毫察觉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好，要是现在和他动手的话。你在做饭啊？你会吃饭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神女盯上了。无论是在吃饭，还是修炼、睡觉，他都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好烦啊！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身体开始痊愈了，若不是那女人整天骚扰，大概能恢复得更快些。可即使恢复全盛实力，那罡风阵恐怕还是过不去。真头疼，还是先恢复身体再说。那女人应该不至于连洗澡都看。要杀要剐你就明说，老是背后盯着我做什么？走了？这几天都没见到那女人，她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狗，伊嘎，这不是上古雷兽一族吗？狗，鸡，鸡，难道是凤凰？羊，啊？你疯了吗？老子凭什么给你养？虽然很想这么说，但还是在恐怖的实力差面前低头了。冷静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居然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读出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之前是感觉少了点什么的意思。今天他怎么又坐在那块石头上往下看？他到底在看什么？难不成有什么重要的秘密？过去偷偷看一眼，应该不要紧吧？饭马上好了，别出去乱跑了。小山村，他以前一直盯着看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山村。为什么？一个大胆又离奇的猜想浮现在心头。这个天道神女一直盯着山村的理由，和偷窥自己的理由一样，是凡人的生活在吸引着她。仔细想来，她最开始对自己感兴趣，是在生火做饭的时候。难道她是在羡慕？我疯了吗？居然觉得拥有恐怖力量的神会羡慕凡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要哭得那么伤心呢？那是在出丧。以后我们没有父亲了。他们的父亲死了，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难过？父亲！死亡不是生灵注定的归宿吗？为什么会为了死亡而难过呢？因为活着的人永远失去了自己在乎的人。失去？也是，高高在上的天神，当然不能懂得我们这些凡人对于失去的痛苦。确实不懂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失去。你可是无情又强大的神，怎么会经历失去？后来才知道，只有从来一无所有的人，才永远不会经历失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，身体的伤恢复了大半。在这期间，那只被神女当鸡养的凤凰突然进阶。凤凰这种族有个天性，他们一旦化成人形，就会试图向族群中的首领发起挑战，宣示力量。显然，他把神女当成了首领。更显然，禽类的智商总是不太高的。这家伙既吃不起打，每天都换着法子挑战神女。哎，我的幽玄剑！然而，那只雷兽小狗子就比傻鸡聪明多了。他每天都给神女叼来花花果果，
去讨神女欢心，就是只十足的哈巴狗。真是鸡飞狗跳的生活。虽然现在身体恢复了，那罡风阵要如何通过，还是没有头绪。以前，曾有凡人来过这里。既然他能够下山，只要变得和他一样强，你也能下山。他这是要和我练剑吗？几个月对战，我剑法和修为的进步神速，再过不久，说不定真的能下山。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剑法，还能随意进化得更加完美，这就是神的境界。明明是上山来寻仇的，结果跟仇家学剑法。易其渊啊，易其渊，你还真是够可笑的。喂，你们两个搞什么？他笑了。不，他是你的仇人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意料，他突然被天道召唤。他已经离去了好几天，终于在某一天晚上悄然而回。两只崽子在他突然消失的时候担心坏了，哼，看到他归来都兴奋地想要扑上去。然而再次归来的神女眼神空洞的可怕，冰冷漠然，像是没有感情的雕塑，像是最初见到他的那般感觉。你是去执行天道规则，惩罚什么人了吗？是惩罚的谁？不清楚，我是天道的执行者。天道规则本是虚无的存在，就像日月会更替，生灵会生老病死，而我是天道规则得以实体化的媒介。惩罚何人，因何惩罚，媒介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其实我早该知道，杀死父亲的是天道规则，他只是天道的刀。可恶！所以我便去恨这个所谓的天道神女，因为她看起来像是个人，她是个能承载我仇恨的实体。可现在我已经说服不了自己去恨她了，我更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她。凡人注定死亡，而神女强大永生，却空洞无情，像傀儡一样无尽地活着。到底谁更可悲一些呢？这里是灵池，神女。梦，为什么？不，我其实知道为什么。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两个小家伙都很难过。你以后还会回来吗？不会再回来了这句话，我没法说出口。而他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沉默又平静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此次一别，应当就是永别了吧。时隔2年，我重回幽国故土，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父皇还活着。你当时走得太急了，我都没能叫住你。父皇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看看他。不行，父皇在接受特殊治疗，需要绝对的静养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。父皇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，亚亚诺。这时，我并未察觉任何异样。大哥看上去很憔悴的样子，父亲病重，这2年都是他在支撑着整个幽国吧？都是因为冲动又不懂事的弟弟。我带来有关天道规则的消息，令众人极为震惊。同时，他们发现父亲突破修为，
是因为剑里有着精纯的幽冥之气。不过，无论人们怎么追查，都查不出关于此剑的任何线索。2年失去我和父亲的幽军重新陷入苦战，如今我的重回战场，战场局势有了扭转。没想到，我2年时间成为了幽国最强之人。我拼命的杀敌，不过好像忘了些什么。渊哥哥，渊哥哥，啊，真的吗？我们可以去找他玩吗？别干！那是什么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神兽降世，天助幽国！天助幽国！是你吗？众将士听令，随我攻上去！有2位神兽助阵，我们要一举击溃人族。天降神兽，幽军必胜！哼，从神境中活着回来，还实力大增，是我小看他了。2个小东西也是从神境来的，那没有一丝感情，不染凡尘的神女居然会帮他。哼，算了，反正也是时候收网了。喂，你们怎么了？这和当年父亲一模一样的突破迹象，怎么会？不！军中已经禁止使用含有幽冥之气的武器，为什么还要用？当初陛下病重，仅凭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人族，我们实在是太弱了，只有这个选择了。即使会死，我们也要赌上性命保护幽国呀！二皇子殿下，抱歉。二皇子殿下，殿下，您不用管我们，是我们自己触犯的天罚，让我们自己承受吧。闭嘴！二皇子殿下，我太弱了，我根本救不了任何人。只要血脉封印还在1天，就永远不可能与天道抗衡。殿下，您快去疗伤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天道规则要封锁住幽族人的血脉？为什么天道这么害怕幽族之人境界突破？难道是因为幽族之人一旦境界，就会威胁到天道的存在？如果我顶住了雷刑，成功突破封锁境界，就能改变这不公的天道规则呢？是屈服于命运，就此退缩，让幽族像过去一样苟延残喘，还是孤注一掷的绝地求生？这是幽冥之气。二皇子殿下在主动吸收幽冥之气，他想强行突破血脉封锁。快阻止他！快去通知大皇子！抹杀。第1道，到这点程度吗？第2道，第3道。亚亚奴，布阵，帮助二皇子阻挡天雷，快！是。还有云里的都上。暗示。什么？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幽冥之气？不好！大皇子殿下！大皇子，哥！第8道天雷。神女，你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？凡间的生灵是很奇特的存在，出生、死去，他们存在的时间不过眨眼一瞬，他们短暂的生命丰富又绚丽，吃到食物会笑，受伤了会哭，
失去了会悲痛，他们也失去什么了吗？失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经历了悲痛的失去吗？神女，你真的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？第9道，积累，凡人沾之必死。失去。真是鸡飞狗跳的生活。失去，不想失去。天道神女擅自停止天罚，违背天规，判封印神躯，剥夺神格，天罚雷刑不得终止。这次怕是撑不住了。神女，我阻止不了天道，但只要刺穿我的心脏，就能停止这一切。什么？时间不多了，你的族人应该撑不了太久。这，以他们的实力，天雷不停，他们都会死。快，我也抵挡不了积雷太久。别忘了，神是不死的。啊！看，天雷停止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！皮卡皮卡！什么？这场幽军与人族的战役，因雷劫的出现被迫终止。幽军战士虽受伤惨重，但雷劫及时停止，并没有人在这场劫难中丧生。劫后余生的人们喜极而泣。太好了，大家都还活着，幽族没有灭亡。神女，谢谢。神女。